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首先呢，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猜一猜，现在到底是谁控制着全球最多的数字美元的流通量，你脑子里可能会浮现出来美联储、摩根大通、花旗银行或者是美国的财政部，但最终的答案可能会让你比较意外。管理全球最多数字美元流通量的人，既不是央行的行长，也不是华尔街的银行家，而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程序员 Paolo Ardoino。 他管理的数字美元的规模已经接近了2000亿美元。这些数字美元每天被无数的人用来交易、转账和支付。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0年以前，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程序员可以发行货币，而且是数字美元。但今天呢，这个不仅仅实现了，它没有被美国的政府给消灭，也没有被华尔街给打败，而且它变得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甚至今天呢， Visa、Master、Coinbase、BlackRock 这些传统的金融还有那些科技巨头也开始都纷纷的跑了过来，想抢这块业务。那么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你可能会觉得我接下来要讲 Tether 稳定币或者是加密货币，但在我看来呢，这些都只是浮于表面的东西。真正值得深入思考的其实是为什么今天一个程序员他可以做到以前只有央行和银行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 Tether 加密货币，而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在故事真正开始以前呢，我们必须得先推翻一个非常容易产生的误解。Paolo 其实他并不是 Tether 最初的创始人。Tether 最初诞生于2014年，当时呢，它甚至都不叫做 Tether， 而是叫做 Realcoin 真币。最早提出这个项目的是3个加密行业的创业者，他们早期的想法也非常简单，你存进来1美元，系统呢就会在区块链上生产出来一枚代表1美元的加密货币。这个代币呢可以像比特币一样在网络上进行转移，但它的价格要永远维持在1美元。从概念上来看，这个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 USDT 了，但是在当时呢，它还只是一个刚刚出现的雏形的产品，它有代码，有美元代币的概念，但没有形成一套真正的货币网络。有意思的是， Paolo 真正加入这个故事并不是因为他进入了 Tether， 而是因为在2015年他加入了另外一家公司 Bitfinex。 今天的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脑子里第一浮现出来的是一家老牌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但早期的 Bitfinex 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专业的交易者。有人呢借美元和比特币进行保证金的交易，也有人呢把自己的资金给借给交易者赚取利息。所以 Bitfinex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买币卖币的交易网站，它是一台提供给专业交易者的24小时运行的金融的交易机器。Paolo 加入以后呢，主要负责的就是这台机器的最核心的那一部分，高频的交易系统，后端的可延展的架构，以及如何在10万人甚至100万人同时进行交易的时候，还能保证这个平台能够持续的运转，不出 bug 不宕机。2016年呢，因为 Paolo 对技术的敏锐的洞察力，他成为了 Bitfinex 的 CTO。 进入了管理层以后呢，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发现在技术上 Bitfinex 完全可以胜任24小时的运转，比特币呢也可以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交易，但是唯独它不能控制的是交易背后的美元。美元呢仍然停留在传统的银行系统里边，银行晚上不上班，周末它也不上班，跨境汇款还要等待非常长的时间，用户的钱在银行下班以后进不来也出不去。所以 Bitfinex 处在一个非常别扭的局面，它拥有一座24小时运营的全球的市场，但它的用户呢却因为美元的流动性的问题没有办法进行24小时的交易。所以 Bitfinex 必须得寻找一个突破口，解决这个非常尴尬的问题。自然而然的 Bitfinex 就找到了 Tether， 并且开始了非常深度的融合，
甚至到了今天，这两家公司的管理层长期高度重叠。所以后来 Paulo 从 Bitfinex 进入了 Tether 以后，他并不是从一家公司跳槽了另外一家新的公司，其实呢，他更是在同一家公司内部的 transfer， 是从同一套系统的一端走到了另外一端。2017年的时候呢 ，Paulo 正式的成为了 Tether 的 CTO， 但他并没有离开 Bitfinex， 仍然是 Bitfinex 的 CTO。从这一刻开始，他同时站在了两个系统的中间，一边呢是全球交易者对美元的真实需求，另外一边呢是一枚还在寻找未来的数字美元。Paulo 并不是发明 Tether 的人，但从那一刻开始，他成为了一个把 Tether 和真实的市场连接起来的人。有些不太了解加密货币的人呢，可能不会理解那个时候的 Bitfinex 为什么的那么的需要 Tether。这里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早期的加密交易者的困境：你买入了比特币，几个月以后呢，比特币上涨了500%，甚至1000%，你的心脏可能马上要受不了了，觉得价格可能会马上会跌下来，所以呢，你就会非常的想保护自己的利润，你想先卖出比特币，然后等低价的时候再杀回来，但你并不想真正的离开这个市场，你只是想暂时的退场，等比特币大跌以后我再买回来。今天呢，这件事看起来非常简单，你卖掉比特币以后，账户里边就会出现 USDT， 你的资金仍然保留在加密的世界里边，你可以随时的再次进行交易买回，你甚至可以把 USDT 转到其他的交易所里边，或者转进自己的其他的钱包。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呢，市场里边并没有这样一条顺畅的通道，你卖掉比特币以后，就需要把资金转回给银行。如果交易所没有稳定的银行账号，那么美元根本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出。如果涉及到跨境的汇款，那么还要经过中间的银行，还要等上那么几天，甚至你可能还会被 FBI 给调查，被要求解释资金的来源。这个对普通的用户来讲意味着什么呢？麻烦、摩擦成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可能就不会继续玩了。对 Bitfinex 这样的交易所来说呢，它会有大量的用户的流失，这是一个威胁它整个商业模式的问题。因为交易所最重要的就是保证用户可以随时的出金入金，同时呢，还必须让用户能够在不同的资产之间快速的切换。交易者在看涨的时候，我需要的是比特币；在担心下跌的时候，我需要的是美元。如果你没有办法让美元快速的进出，那么交易就会被迫停下来。所以真正限制早期加密市场的不是区块链的速度，而是银行的反应速度。比特币呢，它可能会在周六的凌晨3点产生了一个暴跌，但用户呢，你没有办法在暴跌的同时把比特币兑换成美元逃跑。所以你看到吗？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矛盾：加密的 OG 一直在崇尚一个不需要银行的货币比特币，但加密市场里的绝大多数人呢，在计算自己赚了多少钱的时候，用的仍然是美元。他们可能会相信比特币的未来，但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这些人最想持有的其实一直是美元。只不过这个美元呢，必须得发生一个变化，它不能够只存在于银行的账户里边，它必须像比特币一样，能够24小时的运转，能够跨境的转移，能够从一家交易所快速的移动到另外一家交易所里边去。而且呢，它必须能够在银行关门以后，仍然还能够继续的流动。Tether 所抓住的就是这个缺口，它并没有让加密货币摆脱美元，恰恰相反，它把美元给带进了加密的世界里面去。只不过这一次呢，美元不再依靠银行的营业时间去移动，而是依靠区块链来移动。所以对于 Bitfinex 来说， Tether 的加入简直是如虎添翼。从此以后呢，用户卖出比特币不需要再离开加密市场，交易所呢也不需要等待银行系统才能够完成美元计价的交易。Bitfinex 给 Tether 提供了最早的大型的交易场景和流动性，而 Tether 呢给了 Bitfinex 一条新的美元通道，一个需要市场，一个需要美元，他们互相填补了对方最重要的缺口。但这个还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后来最成功的稳定币是 USDT 而不是其他的。
在区块链上创建一枚稳定币到底有多难呢？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来讲，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这些年以来呢，市场上也出现过无数的稳定币，有的呢由银行存款支持，有的呢由加密资产来抵押，有的依靠算法维持价格，比如说这个 Terra USD、HUSD、USN、USDN 等等等等，他们都曾经告诉市场自己也可以代表1美元，但最后呢全都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创建一枚代币和建立一套货币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儿。代币呢只是一段代码，而货币需要有人接受，需要被人信任。你可以在1天之内写出一枚稳定币，但你没有办法在1天之内让全球的交易所都愿意上线的，让所有的加密钱包都支持它。你更没有办法让几百万的人同时相信，明天早上我醒来以后，我手里的这枚代币仍然可以兑换出来真正的1美元。而所有的这些呢，正好是Paolo的价值开始的地方。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家或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像是一个典型的从 IT 行业里边成长出来的系统工程师。他长期关注的是分布式的系统、高性能的计算和网络架构。别人看到 USDT 的时候，只是看到一枚数字的货币，但 Paolo 所看到的是一套必须24小时运行的、不能够轻易宕机的全球的网络。早期的 USDT 呢，主要运行在 Bitcoin 的 Omni 的 layer 上，但随着加密市场不断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区块链开始出现了 Ethereum、Tron、Base 等等等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交易所和不同的用户开始在完全不同的区块链上活动。如果 USDT 只停留在一条链上，那它就只会成为一个小众的工具。所以呢，Tether 开始把 USDT 搬到越来越多的区块链上去。从表面上看，这个好像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copy paste， 只是在新的链上增加一份智能合约而已。但真正发生的远远不止这些。每进入一条新的区块链，那个就意味着需要接入新的钱包、交易所、节点、监控系统，还有新的充值和提现的逻辑。同时呢，它也意味着要面对新的攻击方式和安全的风险。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一点也不好玩。它不像比特币一样靠着宏大的这个信仰来支撑，也没有关于货币革命的非常复杂的理论。更多的时候呢，只是不断的写代码、修系统、接交易所、支持钱包，然后呢，尽量的让 USDT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能够被找到、被转移和被使用。但是正是在这些看起来非常乏味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一种真正的巨大的力量开始产生了。Paolo 每接入一条新的区块链，就不只是完成了一次技术的升级，他是在为 USDT 开辟一条新的流通的渠道。每接入一家新的交易所呢，就是在增加一个接受 USDT 的市场。每让一个钱包支持 USDT， 那其实呢，它就意味着一批新的人可以不经过银行的系统，直接持有和转移美元。我们再来看看传统的银行到底是怎么建立美元网络的呢？它依靠的是分行、代理银行、清算系统，还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非常复杂的金融关系，速度和效率极差。但 Tether 建立数字美元网络依靠的是区块链、交易所、钱包、API， 还有流动性。这个也是 Paolo 最特别的地方，他把程序员最熟悉的东西，慢慢的给转化成了金融世界里边的东西。慢慢的，人们开始使用 USDT 的原因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呢，他们可能只是相信 Tether 的一个承诺，一枚 USDT 可以兑换1枚美元。后来呢，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它，是因为其他的人也在使用它。交易所有大量 USDT 的交易对，钱包支持 USDT， 做市商持有 USDT。如果你想在加密市场里边转移资金，那么 USDT 就是最容易找到交易对手的资产。这个时候呢， Tether 拥有的就不再只是一份储备，它拥有流动性、分发渠道和越来越难被复制的网络效应。代码呢可以被复制，代币也可以被复制，甚至产品的设计它也能够被复制。但一个已经被全世界使用的网络，你根本就复制不了。所以 Paolo 并没有发明 USDT， 但是他参与建造了 USDT 最重要的能力，让 USDT 出现在所有需要数字美元的地方。
听到这儿呢，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很完整了。加密市场需要数字美元 ，Tether 提供了数字美元 ，Paolo 把 USDT 做成了一套全球运行的系统。但是到了现在，真正的矛盾才刚刚开始出现。USDT 呢，可以在区块链上流动，转账记录你也可以公开的去验证，但支持这些 USDT 的美元在哪里？区块链它可以告诉我们某一个地址里边有多少枚的 USDT， 但它没有办法直接告诉我们 Tether 的账户里边到底有多少钱来支持这些 USDT。这些钱有没有被借给其他的公司？ Tether 的储备里边到底是现金、国债、比特币、黄金，还是什么其他的别的资产？这个就是 Paolo 没有办法用技术来解决的问题。他可以把1枚 USDT 写进代码里边，但他没有办法把银行账户里边那真正的1美元也写进区块链里边。换句话说呢，就是 Tether 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它就是一个被拼接起来的系统。它的前半部分呢，生活在区块链上，公开透明，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但它最重要的后半部分却生活在银行的账户里边，普通用户看不见，区块链也看不见，而且 USDT 发行的越多，这个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就越来越重要。这个也让 Bitfinex 和 Tether 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反转。在早期的时候呢， Bitfinex 给 Tether 提供了用户， Tether 呢给 Bitfinex 提供了新的美元的通道。正是这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帮助 USDT 有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但后来呢，这种关系也差一点成为它最大的一个弱点。2018年的前后， Bitfinex 有大约 8.5 亿的美元被支付处理机构控制，没有办法正常的取回来了。为了填补这个资金的窟窿呢， Bitfinex 干了一件事儿，挪用了来自 Tether 储备的资金。原本应该支持 USDT 的资金开始与交易所自身的资金开始纠缠在一块了。市场突然意识到 Bitfinex 和 Tether 之间根本就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墙，两家公司其实穿的是一条裤子。2019年呢，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开始调查。21年 Bitfinex 和 Tether 与纽约州方面达成了和解。同一年，美国的商品期货的交易委员会认为 Tether 曾经对储备是否始终有等额的美元支持做出过不真实或者具有误导性的陈述，并给了他们4100万美元的罚款。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可以随便的带过的问题，因为他们直接击中的是一种货币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你背后的资产不存在，那么 USDT 就只是一串数字而已。这个时候呢， Paolo 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系统会不会宕机、交易能不能完成，而是一个程序员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上来的问题：信任。当所有人同时拿着你发行的数字美元回来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钱还给他们？这个问题呢，没有办法通过采访或者是一份声明来回答，它只能在一场真正的危机里边被验证。这场危机呢，在2022年的5月来了。那年的5月 ，Tether 的算法稳定币 UST 崩盘，短短的几天之内，一个曾经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系统进入了死亡螺旋，全线崩溃。市场突然意识到，原来名字里边带着稳定这2个字儿，并不代表它真的稳定。恐慌呢，也开始迅速的蔓延到其他的稳定币里边去。USDT 的价格一度跌破了1美元，大量的用户开始赎回，他们想把加密世界里边的 USDT 给它交回去，同时呢，拿回自己在现实世界里边的真正的美元。他们不想再听 Paolo 的解释，也不再关心 USDT 到底支持了多少的区块链，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我的钱到底还能不能拿回来？这个其实就是一场数字时代的银行的大规模的挤兑。按照 Tether 后来的披露，他在1周之内处理了大约超过100亿美元的赎回，1个月之内处理了接近200亿美元，1枚又1枚的 USDT 被交回给了 Tether， 一笔又一笔真正的美元被转回给了赎回者。对于任何的金融系统来说，这个都是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平静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愿意把1枚的 USDT 当成1美元来使用，
但真正困难的是，当所有的人突然不再相信你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允许他们离开？ Tether USD 他就不允许，结果呢，他死掉了。但 Tether 口袋足够深，他们最终撑过了那场赎回 ，USDT 重新的回到了$1的附近。这次的赎回危机呢，也彻底改变了市场对 Tether 的理解。以前大部分人使用 USDT 可能只是因为它方便，但这一次以后呢，市场多了一层新的记忆。USDT 在一次大规模的挤兑过后，成功的活了下来。金融世界里边的信用呢，很多的时候它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里边慢慢的累积出来的。Tether后来呢，也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储备结构，减少商业的票据，增加短期美国国债等等等等的流动资产，甚至到了2026年的3月，Tether 宣布聘请4大会计师的事务所，准备推动首次的完整的审计。这个意味着 Paulo 和他的团队已经看到了，他们现在依靠的不再是功能更加完善的代码，而是那些可以被迅速卖掉、迅速变成美元、迅速交还给用户的资产。为了能让 USDT 继续的活下去， Tether 必须开始更加靠近那个加密世界一直想绕开的世界。故事发展到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讽刺的反转。 Tether 诞生于加密世界，而加密世界里边最有力量的口号之一就是反对美联储滥发货币，反对银行和国家对货币的一个控制。但今天呢， Tether 最后却成为了美国国债最大的买家之一。截止2026年的第一季度， Tether 披露的代币相关的负债大约是1830亿美元，其直接还有间接持有的美国的国债的敞口大约是1410亿美元。越来越多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人通过 USDT 获得数字美元，而他们交还给 Tether 的资金呢，又被投入到这个美国的国债里面去。这些用户可能从来没有美国的银行账户，也从来没有买过美国的国债，可是当他们持有 USDT 的时候，就是间接的持有美元。这种对美元的需求呢，最终也被传导到了美国的金融体系里边去。所以 Tether 最成功的地方并不是在帮助加密世界摆脱美元，恰恰相反，它为美元修建了一条新的通道，而这个新的通道是过去传统的美元体系根本就没有办法触及到的地方。这个呢，也改变了美国政府看待稳定币的一个方式。稳定币当然会带来洗钱、监管等等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制造新的美元需求以及新的美国国债的需求。2025年的7月18号，美国签署了 Genius Act， 第一次为支付稳定币建立了联邦监管的框架。它要求那些符合条件的发行人使用美元、短期美国的国债等等等等这些合格的流动性资产，对稳定币进行足额的支持，并定期的披露储备的情况。美国并不是因此认可了 Tether 的所有的做法，但政策的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美国不准备简单的消灭稳定币，他准备把这种数字美元的网络收编，纳入到自己的制度体系里边来。现在呢，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些名字了 ：Visa、Master、Stripe、Coinbase、BlackRock、Google、Shopify， 这些公司准备进入稳定币市场。当然不是说他们突然开始相信加密最初的这个所有的理想，他们看见的其实是一整块的蛋糕。2026年的6月30号，一家名叫 Open Standard 的机构公布了 OpenUSD， 也就是 OUSD， 一种新型的稳定币。参加这个计划的企业呢，有超过140家，其中包括了 Visa、Master 等等等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那家公司。10年之前，Bitfinex 和 Tether 还在为银行账户和美元的通道苦苦的挣扎。10年以后呢，银行、支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还有一些科技的巨头开始一块儿来设计自己的数字美元的网络。这可能才是整个故事里面最大的一个反转。早期的时候，这些公司对加密根本就是不屑一顾，但今天呢，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好像错过了什么，感觉自己就是过去的那个诺基亚的手机，如果你再不做点什么，自己桌上的那块蛋糕也会被人给抢走。他们终于看懂了稳定币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枚数字美元，它更像是数字世界里边的美元的入口。
谁控制了这个入口，谁就能够掌握用户、资金还有交易，并从整个的这个网络当中持续的获利。当然呢 ，OUSD 最终能不能够成功，现在没有人知道。140多家公司出现在合作名单里边，并不代表着他们都会真正的投入自己的资源。而 USDT 呢，已经累积了10多年的流动性、交易对和用户习惯，这些优势它并不是一份合作名单就能够立刻复制的。但 OUSD 的出现，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情：那些曾经对加密货币不屑一顾的巨头，现在呢已经开始担心，如果自己再不进入这个市场，那么未来数字美元的入口可能就会被别人给彻底的控制了。而到了这里呢，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视频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最先建立起这一切的偏偏是一个程序员？首先呢，答案肯定不是程序员可以凭空的创造美元的信用。USDT 的背后依然需要国家发行的美元，需要美国的国债，同时呢，也需要银行还有资产托管的机构。Paulo 他并没有创造这些东西，也没有消灭银行，但是他做了另外一件事，他把过去集中在银行内部的能力给拆开了。过去呢，一家银行需要自己完成几乎所有的事情，保存资产、维护账本、完成清算等等等等。但是今天呢，其中一部分的能力正在变成可以通过软件、AI、API、云计算还有开放网络重新组合的模块。Paulo 真正特殊的地方不是他比银行家更加的懂货币，而当银行家仍然把美元看成银行账户里边的一个金融产品的时候，程序员已经开始把美元看成一种可以接入网络的基础设施。所以他并没有取代银行，他改变的是谁能够站在系统的中心，把这些能力重新的给组织起来。过去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进入了哪家机构，拥有哪个位置，能够调用多少内部资源。今天呢，另外一种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值钱，发现一个没有被解决的真实的问题，理解不同系统分别能够做什么，把金融、软件、网络、运营还有用户需求给它连接起来，最后呢，建立一套别人愿意持续使用的系统。世界呢，并不是简单的开始奖励程序员，它开始真正奖励的是那些对新世界的洞察者和系统建立者。好的，这个就是今天所有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